陈林渊贪没白银80万两，强征民女1300人，私铸兵器，侵吞官产，臣罪大恶极，请陛下速斩。成了。老李，800里加急，立刻送往应天府通政司。记住，谁拦都不行，必须让皇上第一眼看到。这么急，难不成又是什么利国利民的良策？县太爷，您是不是写错折子了？没写错。那您是被人胁迫了？没有。那您疯了！滚蛋！我的县太爷呀，这里面随便拎出来一条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您全写上去了，您这是请罪折还是催命符啊？咱太平县好不容易有今天，您可不能想不开啊！少废话，赶紧送！耽误了时辰，我先砍了你！好，我送，我这就送。10年了，老子终于等到了。别人穿越，开局系统到账，签到、抽奖、神功商城一路起飞，而我屁都没有。穿越过来就是个快饿死的小县令，为了活命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干，修路、办厂、养殖、炼钢。10年时间，硬是把一个快烂掉的小县城折腾出了今天的模样。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结果今天早上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：叮，检测到工业基础完成，10年待偿期结束，系统正式激活。10年，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终极主线任务开启，任务目标被朱元璋下旨处死，任务完成后即可返回现代世界。奖励现金100亿，海景别墅1套，绝症莫免权1次。回家，终于能回家了。这鬼地方没空调，没手机，更没有冰镇可乐，我一天都不想待了。老朱啊，老朱，这次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混账东西！咱当皇帝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见有人这样上奏折。重八，又发什么火？你自己看。重八，这人有问题。哼，当然有问题。贪墨80万两，私去3万6千流民，还敢私铸兵器。我说的不是这些。一个求活的人会撒谎，可一个求死的人为何要撒谎？若真贪了80万两，他应该藏，应该逃，应该毁账册，怎么会主动写奏折告诉你，还求你赶紧砍了他？妹子，你的意思是？这奏折不是认罪，是在故意引你过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林渊，咱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传旨，朕偶感风寒，罢朝半月。老爷，这路怎么比宫里的青石还平整？两位老人家刚逃荒来的吧？这是咱们太平县的水泥路，林大人亲自带人修的。别说下雨，就是连下半个月暴雨，都踩不出泥坑。一个贪官会把银子砸在修路上。走，进城看看。丫头，快吃，凉了就不好了。弟弟饿，弟弟先吃。居然是肉汤，
其他州府赈灾只多就是1碗稀粥，一个自请满门抄法贪没80万两的巨贪，他治下的流民竟吃得比应天府的京军还要好。排队，登记户籍，领工牌，喝完汤再进去洗澡。让开，都让开！滚开！耽误商会生意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江南商会，好大的胆子！冲撞关卡，压伤2人，损坏公共路障，罚银200两。你敢罚我？300两。林渊，你找死！400两。你500两。继续骂，我今天有空。林渊，江南商会已经全面对你断粮，你竟然还敢如此嚣张！我倒要看看你太平县几万人拿什么吃饭！感谢青天大老爷。太平县没有下跪的规矩，快去排队登记吧。一个自称贪污80万两的巨贪，竟然为了流民公开得罪江南商会，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。林大人，为了几个流民得罪江南商会，值得吗？哪里来的流民？管得这么宽？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先把自己养胖点。老李，这老头饿得脸都发青了，带去洗澡，安排到2号车间胡纸河。老弱病残也是生产力。林大人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流民，我们是北方来的客商，听说太平县产业发达，特地来寻找商机的。这年头灾情不断，一路上流匪横行，我们若是不扮作流民，这本钱早就被抢光了。大人既然精通商道，这财不外露的道理，想必比我们清楚。哟呵，出手就是100两，想必是个大户啊，这可要好好忽悠一番。哎呀，怎么不早说？贵客呀！快，城门口味儿大，别熏着2位，本官亲自给你们当向导，带你们见识见识太平县赚钱的买卖。这个林渊，怎么让我有点看不懂呢？新出锅的包子嘞，上好的苏杭醋头。老爷，这里的繁华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州府系县城。情况有些不对，再看看。强征民女1300人，妹子，咱好像找到地方了。安静！本月纺织厂头名出来了。翠花，本月售出棉布2300匹，奖银5两。奖银，女工5两，这已经超过很多普通农户1年的收入了。莫非是那林渊故意演给咱看的？姑娘，你别怕，是不是林渊逼你们在此做工？是不是扣押了你们的身契？若有冤屈，尽管说出来，老夫替你们做主。他是谁呀？不知道，像个骗子，脑子不太好使。老爷子，没人逼我们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县里还专门派人教我们认字算账。上个月我赚了3两8钱银子，这个月更多，这是我凭本事挣的。以前闹灾荒，家里揭不开锅，女儿差点被卖给人牙子。自从进了纺织厂，不光养活一家人，去年还盖了3间瓦房。我弟弟在学堂念书，束修是我出的。我给家里买了牛，我爹现在天天求着我别辞工。
这难道是真的？这些女人眼里的光骗不了人。老爷子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们是被逼的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们是北方来的布商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纺织厂，有些吃惊。老板，买布吗？我们厂的布结实耐穿，今年北边好几个州府都抢疯了，我给您介绍介绍。这哪里像被强征的民女，分明像一群抢生意的掌柜啊！涂老板，还要不要替天行道了？既然是做买卖的，那就聊正事。走吧，跟我去会客厅看看。北直隶订单3000匹，山东订单5000匹，山西订单4000匹，本季度净利润46000两。一个纺织厂3个月赚4万多两。哼，现在有兴趣合作了吗？怎么合作？北方总代2万两加盟费，签不签？2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哪有卖布赚钱？2万两很多吗？北方的棉布市场有多大，你这跑商的心里没数？林大人，太平县应该不只有纺织厂吧？我们是想多了解了解。夫人言之有理，那走吧，我再带你们四处转转。妹子，你觉得这事儿对球吗？几百个女工，1个月赚几万两银子，给女工发的工钱比咱大明壮劳力1年刨地赚的还多，天下哪有这么做买卖的？重八，账本或许能作假，但刚才那些女工眼里的高兴劲儿，可装不出来。这位林大人，怕是真有些点石成金的手段。哼，手段再高，也填不满贪欲。他若是真拿这些手段中饱私囊，那便是最大的国贼。咱倒要看看他把水搅得这么浑，到底图什么？7、8、56，7、9、63，88、64，64。总算看见点像样的东西了。商贾工坊终究只是末业，教书育人才是100年大计。25乘4等于100，36除6等于6。甲仓存粮800担，乙仓存粮600担。这是学堂还是账房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他们为何不学圣贤书？为何不读《论语》？为何不学经义？因为这些东西更有用。学会算术，能管账，能修桥，能算田亩，能设计水渠。出了学堂就能吃饭。吃饭重要，可做人同样重要。若只学士，不学德，培养出来的是什么？是一群会算账的聪明人，还是一群有本事的奸商？咦，这老头问的有点水平啊。一个人会造桥，可以造福百姓，也可以盘剥百姓；一个人会算账，可以管理粮仓，也可以贪没国库。术是刀，德才是握刀的人。你只教刀，不教人，将来怎么办？老头儿，你说的没错。这小子居然没反驳。换作朝堂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酸儒，若是听见咱刚才那番话，早就引经据典的跳脚了。他一个自称罪大恶极的贪官，行事狂悖，竟然能听得进这治国理政的肺腑之言。他到底是真的听懂了，还是在跟咱装傻充愣？那你再看看，他们每天上午学知识，下午做义工，参加劳动，照顾孤寡，帮助伤兵，这些都计入毕业考核，成绩不够，
不准毕业。你以为我不教德？我只是不觉得背几篇圣贤文章就叫德。真正的德，不是写在书上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一个天天把仁义挂嘴边的人，未必是好人；一个愿意帮邻居挑水、愿意给孤寡老人送饭的人，哪怕不认识字，也是好人。行了，别琢磨治国大道理了，那是皇帝该头疼的事儿。哼，你一个跑商的老头，还是想想怎么赚钱吧。走，带你们看下一处地方。这次的买卖要是谈成了，别说半个江南，整个北方市场都得姓林。看看这个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们替你联系北方粮商？没错，粮食越多越好，价格不是问题。江南素来富庶，你为何舍近求远，放着江南粮食不买，非要跑去北方？因为有人不想卖给我。江南商会？除了他们，还能有谁？他们这是联手封锁太平县。半个月前开始的，先断生丝，再断棉花，最后断粮。他们想逼我低头，可惜他们找错人了。他们为什么针对你？因为我卖的太便宜，他们卖一匹布赚5成，我卖一匹布赚2成。他们恨不得把百姓兜里的铜板全掏干净，而我抢了他们的生意，所以他们急了。好一群胆大包天的江南豪商！朝廷平日里给他们行商的便利，他们满嘴仁义，高喊着什么经商自愿、和气生财。如今真到了关键时候，竟然敢拿几万百姓的肚皮做筹码来要挟地方父母官，这哪里是做买卖？这分明是草菅人命，妄图把持国政。咱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这种发灾难财的吸血虫。城里还有多少粮食？要是说米面的话，只够2个月。2个月？北方调粮至少需要1个月以上。就算一切顺利，风险也太大。若途中遇到匪患、水灾、延误呢？你把整个太平县押上赌桌了。哼，谁告诉你我在赌？北方粮道是为了以后，不是为了现在。什么意思？太平县现在的人口太少了，工坊缺人，矿场缺人，码头缺人。未来我至少还要吸纳3、5万流民，没有新的粮源不行。3、5万流民，别人见到流民避之不及，这家伙居然嫌不够。江南商会以为断粮就能逼死我，可他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从10年前开始就已经料到必然会有人眼红。走，带你们看点好东西。林渊，江南商会已经断了你的粮路，你为何一点都不急？为什么要急？几万人每天张嘴吃饭，没有粮食，难道靠喝西北风活着？谁告诉你太平县缺粮了？这么多鱼！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一池鱼1年至少出万斤。咱们太平县如今每天都有鱼肉吃，肉食再多，终究不是主粮，百姓还是要吃米面。不错，所以鱼只是第一样。这是何物？海带。草？什么草？这是宝贝，能吃还能卖钱。以前逃荒来的流民浑身浮肿，吃了这东西之后好多了。这也是林大人弄出来的？当然，县太爷说了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
别人只知道打鱼，县太爷连海草都能变成银子。这林渊的很多东西，都不是单纯赚钱，而是在想办法养活更多人。可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一封奏折呢？到了。这是何物？进去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如今秋旱，外面庄稼大片枯死，这里为何还能生长？客官第一次见吧？这叫温室大棚，地下铺着火道，冬天烧煤取暖，上面油脂透光保温，外面越冷，里面越暖和。以前冬天哪见得着青菜，现在食堂添有。县老爷说了，人不能光吃肉，还得吃菜。每逢灾年，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因为缺少蔬菜病死，而现在这林渊竟然把春天锁进了棚子里。若是天下都有此物，冬日里便再不会缺菜了。所以啊，江南商会断粮，我一点都不慌。不对，有鱼有菜，百姓确实饿不死，可主粮终究还是主粮，几万人每天消耗的粮食不是小数目。你这些东西依旧代替不了米面。哼，老头儿，总算问到点子上了。走吧，带你们去看看我真正敢跟江南商会掀桌子的底气。县太爷，甲字号车队已装货完毕，济南府方向30辆车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大开城门，发车。这怎么可能？前朝也造过4轮车，可根本无法转向。加个转向轴而已，很难吗？困扰了几百年的问题，到你嘴里成了很难吗？前轮活动转向，后轮承重，车底再加弹簧减震，运输效率直接翻几倍。若边军都换上这种马车，运力至少暴涨数倍。不对，就算你的马车再快，北方运粮最快也要1个月。太平县几万张嘴撑不到那个时候，你依旧输了。谁告诉你这些车是去运粮的？什么意思？把甲字号货车打开。这是何物？红薯，太平县主粮之一。主粮？这东西能吃？烤一个。啊，竟如此香甜！甜吧，亩产更甜。挖一株给他们看看。这么多！县太爷带来的神种，1亩顶过去好几亩地，旱了能活，涝了能长，全县百姓都靠它活命。灾年最大的敌人不是辽民，是粮食。而眼前这种作物，几乎是在挑战老天爷。太平县如今6成主粮来自红薯，3成来自土豆，1成来于水稻。江南商会断粮，断的不过是自己的财路。看见那些车了吗？运出去的不是救命粮，而是商品：棉布、鱼干、海带、蔬菜、红薯粉。江南商会封我水路，我就用车队铺出陆路；他们断我1条路，我开10条路；他们封1个州府，我卖10个州府；他们想让我死，我反过来抢他们的生意。这小子打造的，分明是套我们想都想不明白的新奇体系。粮食自举，工业生产，物流运输，环环相扣，层层闭环，这简直是无懈可击。若是把这一套搬到整个大明，那大明的国力……拿契约来！想通了，2万两代履权，北方粮道，1成干谷，咱全签。
林大人，咱跑了一辈子商，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。太平县今日的一切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咱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做到的，老头儿？你真以为这满城繁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走吧，既然你已经入股太平县，也是时候让你看看这座桃花源下面埋着多少尸骨了。看看吧。赔偿名单：王大牛工钱30文，昌铁路工钱30文，刘老汉工钱25文。这是第一次修路失败，一场暴雨，全毁了。县衙账上只剩27两银子，几百个工人堵在门口要工钱。后来呢？后来把县衙能卖的全卖了，连我睡觉那张床都卖了，总算把工钱结清。再看看这个，鱼塘一坪损失记录：死亡鱼苗37600，损失金额8400两。这么大的损失，放在大明任何地方，足够让一个县令卷钱逃离了。那时候很多商人劝我别搞了，认赔吧。可我不甘心，整整3天，我睡在鱼塘边，死鱼臭的人睁不开眼，最后才找到办法。接着，生石灰，对，就是靠它救活了后面的鱼塘。认识吗？这是纺织厂大火后剩下的。那天晚上烧死了3个守夜工人，27个女工被困。最后一个姑娘背出来的时候，房梁塌了，差点把我一起埋里面。林远，你后悔过吗？后悔啊，天天后悔。修路赔钱后悔，养鱼赔钱后悔，办厂赔钱后悔。可第2天醒了还得接着干，因为除了我，没人会干这些事儿。行了，伤春悲秋不适合我，你们银子都投了，走吧，带你们去喝一杯。酒馆，如今大旱，朝廷严禁粮食酿酒，林大人倒是好兴致。谁告诉你酒一定要用粮食酿？老李，上酒。这是果酒？山里的野果烂在树上也是烂，拿来酿酒反而能卖高价，应天府那些达官贵人抢着买。虽然不愿承认，但确实比宫里的御酒还顺口。林大人，咱这一路算是开眼了。你手里捏着的这些买卖，日进斗金都不为过。可咱有一件事，始终想不明白。既然你赚得盆满钵满，那为何这江南道上全是你贪墨80万两的传闻？哼，更何况你那县衙破的连张像样的太师椅都没有。你这10年赚来的海量金银到底去哪儿了？哼，看看。洪武12年修建太平县主干道，耗银3万两；扩建纺织总厂，耗银6万两；建设恒温大棚鱼养殖区，耗银4万8千两。累计基建投入83万7400两。你把这10年赚来的80多万两净利润，一分不剩，全砸进太平县的建设了。外面说我贪污80万两，其实没说错。哼，别人当官喜欢攒钱，喜欢买宅子，喜欢养小妾，而我喜欢把钱变成工厂，变成道路，变成学校，变成粮仓，变成几万百姓手里谁也抢不走的铁饭碗。贪官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贪官？他不爱财，不留名，用一己之力生生造出了一座桃园。若是我大明朝的所有州府都能有这样的贪官，何愁天下不兴，愁盛世不来？
大人，大事不好！江南商会的人到了，而且是13家商会联名来了，他们把城北驿站堵了，说要跟您谈判。呵呵，终于来了，老子等他们好几天了。你知道他们会来？当然，老子把他们的饭碗都砸了，不来才奇怪。林大人，终于肯见我。有屁快放！林大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的棉布、你的钢铁、你的物流，已经扰乱了整个江南市场。继续。所以今天我们13家商会共同决定，只要你纺织技术、炼钢技术、4轮马车技术，再让出太平县6成股份，我们可以撤销封锁，甚至帮你把产业做到全国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脑子有病。林渊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老子辛辛苦苦干10年，你们一句话就想拿走6成股份，怎么不直接让我把老婆也送你们？林渊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如今整个江南粮道都已封锁，没有我们的粮食，太平县撑不过1个月。哼，1个月？谁告诉你我要买你们粮食了？少装模作样，没有粮食，你养活得了几万流民？老李，把东西抬进来。这是什么？粮食。我的粮食亩产30担以上，耐旱、耐贫瘠，灾年照样活。你们封我粮道，老子去年种了10万亩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世上哪有这种粮食？这是北方订单，济南府、北平府、山西、陕西，未来3个月采购合同，总金额47万两。封锁我水路，不好意思，北方市场已经打开了，你们不让我往南卖，老子就往北卖，赚得更多。会长，咱们封锁太平县这半个月，他们到底亏了多少？没亏，反而赚了，比上个月还多赚2成。现在知道了吗？你们以为是在封锁我，实际上是你们自己把自己踢出了市场。从今天开始，太平县不会求着卖货给你们，而是你们求着来进货。好，很好，林渊，商场上老夫认输。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有些事情从来都不在商场上解决。我们走。他们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商业战打输了，准备玩政治战了。你的意思是他们敢动用官府的人？不是动用，是勾结。这帮奸商可是养了不少蛀虫，看着吧，他们要狗急跳墙了。终于要死了，终于能拿着100亿资产回现代吹空调了。冲爸，这江南的官场，好啊，好得很。咱本来只想看看这个太平县到底有什么古怪，没想到还能顺手钓出几条大鱼。咱倒要看看，来的是哪路的牛鬼蛇神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官兵，外面全都是官兵，把咱们县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快快快，把我那套崭新的官服拿出来，马上要啊！仪容仪表必须到位。大人啊，您是不是真疯了？
外面领头的是应天府的通判啊！林大人，我说过，商场上的事不一定在商场上解决。你带圣旨来了吗？是不是要抄我的家？是不是要判我秋后问斩？不对，最好是斩立决。大人，这小子估计是知道大祸临头，才直接放风，才直接拿人。林渊，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！你以为你那封加急的请罪折能瞒得过这江南的天下？不怕告诉你，京城通政司的内线早就800里2级传回了消息。皇上看到你的折子，雷霆大怒，当场砸了御书房的桌子，你死定了！唉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折子丢了呢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锁我啊！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林渊，你是个死人，可你太平县的那些工厂、图纸、商队，不能便宜了别人。赵大人奉应天使之命，在锦衣卫到来之前，先查抄你这贪官的非法产业。从今天起，太平县的所有作坊、技术全部由商会接管。沈万金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招釜底抽薪玩得很漂亮？我都上一道求死闸子了，明知道自己活不成，你真以为我会把这10年的心血留给你们这群贪得无厌的恶狼？你什么意思？纺织总厂的地契和分红权上个月就已经拆分成了3000份，按人头按劳分配，发到了每一个女工的手里。炼钢厂的高炉图纸、齿轮的校准参数，早就被我印了成百上千份，放进了太平学堂的藏书阁。只要是太平县的学生，谁都可以借阅借抄。还有你们眼红的红薯神种、大棚技术、育种手册，我已经发到了太平县每一个村正的手里。我这10年砸下80万两白银打造的工业底子，早就还给了太平县的几万百姓。现在的县衙公账上1文钱都没有，你们处心积虑想抢的不过是一个空壳，没有我的太平县照样赚得风生水起，而你们连1根毛都捞不着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居然把上百万两的家业白白分给了一群泥腿子！我都要死了，留给他们有何不可？沈会长，你在县城放话说大人贪污，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大汉年间，你们江南商会把米价抬到3两银子一担，宁可把发霉的粮食倒进河里，也不肯给我们老百姓留条活路。是林大人自己啃着干面饼，把钱全掏出来建了纺织厂。他教我们手艺，临了还把厂子全分给了我们。你们现在想来要他的命，他要是贪官，这天下还有好人吗？赵大人，你穿着朝廷的官服，可灾荒的时候你们官府在哪儿？流匪劫道的时候你们在哪儿？是大人带着我们修路，是大人教我们种地，大人把太平县建成了桃花源，把活路都交到了我们手里。现在你们看着眼红了，想来杀人越业，做梦！谁敢动青天大老爷，我们今天就扒了他的皮。太平县是我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，谁敢动大人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死在这里，溅你们一身血。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聚众黄叛，这是造反啊！大人，不能等了，若是让他们全都冲进来，咱们都得被活生生撕了呀！林渊耗尽家财，收买人心，这就是意图谋反的铁证，立刻就地正法！只要林渊一死，群龙无首，这帮泥腿子就只剩下一盘散沙，快杀了他立威！林渊，你意图谋逆，本官今日就代天巡狩，先斩后奏！大人，跟这帮狗官拼了！我操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赵通判，好兄弟，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！别犹豫，快用力，朝这儿砍！
千万别砍偏了，快点！我那海景别墅和100亿在向我招手了。你放手！你这疯子要干什么？好一个先斩后奏，一个小小的6品通出，勾结商贾，逼反百姓，还敢在咱的眼皮子底下杀斩大明的清官！老东西，本官查抄贪官产业，也轮得到你插嘴？来人，把这妨碍公务的老匹夫一起拿下！你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老子的北方大客户，他刚投了2万两银子，马上还要买我的命，不对，买我的货。你抓蛇行，动他！信不信老子在县衙里活活劈了你？通政司里有内线，地方上有通判。皇上在御书房发了火，他钦差还没出京，你们这帮商人倒先带着兵来抄家了。这江南到底是朱家的天下，还是你们这帮豪商的天下？老匹夫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妄议朝政？诛你9族！你问咱算什么东西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万万岁！微臣该死，不知陛下微服私访。我去，他是朱元璋！微服私访，咱要是今天不来，还真不知道这大明的天下，原来是你们江南商会说了算啊！草民冤枉，草民万死！冤枉！结党营私，刺探圣意，假借官府名义抢夺民脂民膏，哪一条冤了你？蒋欢！臣在，全剥了皮，填上草，挂在应天府城门口。江南13家商会全部抄家，所得银两填入国库。通政司涉案官员诛3族。遵旨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。林渊，臣太平县令林渊贪没白银80万两，私蓄流民数万，罪恶滔天，请陛下立刻下旨，将臣斩首示众。这你你这80万两，全修成了水泥路、纺织厂和水利枢纽，你私聚的流民，全成了自给自足的工人。你私造的4轮马车，连咱的兵部尚书看了都要流哈喇子。你让咱砍你！林渊，你以为咱看不出来你在想什么？你这10年把一个破县城治理成了全天下最富庶的桃园，你是怕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怕这些狗官豪绅联手害你，怕咱卸磨杀驴，所以故意往自己身上泼脏水，想用这种绝命的方式逼咱亲自来查明真相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没有下大棋，我是真的想死啊！你相信我啊！好小子，有能力，有底线，还懂得藏作保身，为了天下苍生，连名声都不要了。咱大明太缺你这样的孤臣了。老朱，不，陛下，我真没那么高尚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求你了。传旨，太平县令林渊治理地方有功，乃大明第1清官，即日起擢升为正3品户部侍郎兼工部右侍郎，统领大明新政改制，赐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爱卿，不用感动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走，收拾收拾，跟朕回京。朕要你把整个大明都变成太平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检测到宿主升官发财，深得圣宠，终极主线任务被朱元璋下旨处死。
当前进度负100%，严重偏离轨道，回家任务无限期延长。朱元璋，你